调皮捣蛋玩心动挑战，淘叨叨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周杰琼。周杰跳不琼来了。首先开心，然后自由充实，有可能会尝试吧，但是我没有想在乐队尝试别的民族乐器，我还是想专注把琵琶甚至是电琵琶搞好。我希望每一次舞台的风格都不一样吧，非常好玩的一个节目的一个看点，经常组合不一样的人在一起，那不一样的人就会有不一样的碰撞，会有不一样的音乐出来。希望我每一次的舞台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特别想合作的已经有合作过了，包括可能接下来会有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组队，所以我觉得机会都是非常好的一次体验吧。有点国风属性的人可能都想要说怎么去把这个给再传播出去，让大家更加知道。虽然你表演过这首歌很多次，但可能还是有人没有看过。就是阿朵姐姐她可能会更加专注新民族的这些东西，然后把它融入到国风里面，会有不一样的展示。我觉得每个人坚持的想对国风做的那个改变都不一样，我可能也是希望它能更好的被大家去认可，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挑战之类的，能为它做出一点贡献，或者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国风音乐来去展示这个东西也好，或者是从别的层面，我觉得希望它多方面的去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其实也还挺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我也算不上是一个跟乐队挂钩的人，然后来了之后，我觉得大家给我了很大的鼓励和肯定，很多老师都觉得我是一个乐手，因为我会弹琵琶，然后现在又会电琵琶之类的，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乐手。但是因为我其实对乐队了解并没有各位老师那么多，所以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望而却步。对，所以让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我还有点抗拒的。但是后来想了想，其实我自己对乐队其实也有很大的向往和憧憬。虽然说接触的不多，但是一看到乐队的演出，整个那种会热血沸腾的感觉，我觉得是我不管听多少次乐队还是会有那种感觉。我觉得里面的很多元素不是你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可以去完成的，可能冥冥之中我自己也有乐队的梦，我自己没有发掘，然后是这个节目让我去挖掘到了我其实也有一个这个梦想。有啊，我让他们下了那个微信，工作的那个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一定能接到。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可能在拍戏，这样就能碰巧的话就能打上电话，然后发个信息。希望他们可以就是结合一下，对，就是我可能关注的那个思维的那个模式可能不太一样。就我想了想，如果我是男生的话，我希望他们每一个优点都聚集在一起，所以我选不出来。我觉得得看情况，就如果我自身觉得他们这对是我跳开我自己是演了这个角色的这个人，我跳开我以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就是如果是我本人周杰琼喜欢的那种恋爱模式，我可能会磕。希望就是那种甜甜的，但也不要太腻，就是我喜欢那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谁敢欺负他？其实我最近特别想拍民国戏，表面是
可能是个大小姐，但其实是狙击手间谍这种。不要太折腾头发，就不要老洗头，就是你可能2天洗一次或者3天洗一次，这是正常的。每天洗头会就是让你的皮脂膜受损，过度清洁其实也没有那么好。2、3天洗一次头，然后要适当的用一些固发。我觉得2、3天洗一次头是有科学研究的，朋友们不要说我不喜欢洗头。我觉得不要盲目的去追求没有发缝这个东西。我科4没有过，然后就来录节目了，因为我没有来得及刷题，因为正在录这个闪光的乐队嘛，没有很多时间去刷题，所以就没过，然后就可能要等我杀青了吧，等明年了吧。我可能我用猫的表情会比较多，就各种小猫咪的那种。是用自己的。不是，我自己小猫咪没那么可爱。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我和我想要组队的人组队了嘛，然后最后悔的事情没拿到驾照。我觉得其实一个人的话会难过的久一点，虽然说那个时候比如说我比较难过的时候，我可能不太喜欢跟别人去分享我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找个人诉说，怎么说，转移一下注意力可能会更好的、更有效、更快的走出那个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刚发现的一个办法。我希望我今年可以有一部我特别满意的作品，然后出一首我特别满意的歌，然后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对。